分享的是防弹展览参展心得。从去年到今年，我们总共参加了5场的防弹展览，全部都是非官方的。我们参加的5场分别是：第一场2017年的 Limerence、Love Most Dearly Masterpiece Together Party Dreaming Village。Limerence 的展览，因为时代有点久远，所以能确定是 Limerence 展览的周边是这些东西。Jimmy、Jungkook、Hobi， 它这个票是就3个人，你要挑哪2个人的啊？我那时候挑的是 Jimmy， 我那时候挑的是 Jungkook。它信封做的超美的，有贴纸啊，有一张透卡 ，Jungkook 的小卡就有3张。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参加防弹的展览，超雀跃。到的时候，因为它都会限制入场的人数，你就必须要在外面排队，在外面排队的地方是完全没有遮阴的，所以超级无敌热。他们好像有在 FB 上提醒大家说，记得带伞，要不然会很热。排了有1个多钟头，它是地下室，灯光也比较昏暗一点。我现在唯一的印象就是它地板是有点类似那种鹅卵石地板吗？黑黑的、一粒一粒的那种，很昏暗。一入场啊，就会随机给饼干，都一直舍不得吃，所以到现在颜色已经变成非常诡异的颜色了。那时候印上去是真的超可爱，很漂亮啊，很用心。这怎么舍得吃啊？我的妈！除了墙壁放了照片之后有打灯之外，它中间桌子还是有放一些相框，可是中间桌子就不会有打灯，那些照片就变得很暗。周边就另外打一个桌子在旁边了。第2场 Love Most Dearly Masterpiece 台北的 Fan Cafe 办的展览，第一次去台北的 Fan Cafe， 入场券就是做像机票一样，是用厚纸板做的。在地下室，它空间很小很小，就是很像一个小小的窝。这个展是 Jimmy 跟 Red Monster， 它中间就有一个桌子给2个韩在站姐坐，桌子上面就是摆满了他们的周边，液晶电视上面放的都是站姐拍的 fan cam。在买票的时候就已经有问你想要喝什么，所以一到了之后呢，他就马上送你一杯饮料，那个心情就非常的好。毕竟那天真是热到爆炸，它空间其实也不大，可是就会有让你一种舒适感。灯光打得非常的足，非常的亮。拍这些作品的时候，照片不会反光，所以你不管怎么拍那些照片拍起来都很漂亮，整体环境都打得很亮，不会就好像只有照片亮，其他地方都黑，拍起来都会很舒服。这边就是他们的周边，这个好像是 Fan Cafe 自己做的，超可爱的。金迷跟南俊的头啊，这是 Fans Cafe， 我家是 Fans Cafe。这算票吗？我一直觉得它这个做的超漂亮，对，质感也超好。我是买Jimmy的 photo book， 就这个站姐其实拍的还不错，就是我觉得把Jimmy拍的很诱人。这张也很可爱，圆圆嘟嘟的，这也是你买的？对，5张，蛮多张都是吉米小时候，蛮可爱的。对呀，有包含到吉米小时候跟吉米最新的。其实我们之前影片有介绍过了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跟这个南俊的站姐 Most Wanted 的第一次接触，然后就被她的美照深深的震慑住，太优秀，所以我那时候就买了这个，这张展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，每次看到心脏都会扑通一下。我还买了什么三角吊旗，全世界最美好的周边。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站姐出三角架，一直以来都没看过。吊起来是真的很好看，每一张照片太有品味了，对，有非常严重的惊艳到。站姐有给我们南俊的扇子，还有一个贴纸，可是扇子已经很久了，有点黄黄哦，岁月的痕迹。而且还有一个小活动，抽奖，就你只要买周边，打500块1张券就可以抽1张。记得那时候的奖品好像就是相框，就只有大奖有得，对，就其他就没有。总之这一场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看。再来是我自己去的梦幻的相遇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展览的消息。前阵子不是去韩国玩吗？去玩的时候呢，我去排那个 BT21，在排的时候因为真的太闲了，所以我就跟前面的聊天。前面的是一个韩国阿米，那个阿米就跟我讲有这一场展览，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是所有7个成员的大联合一起举办的一个大的展览。我买完 BT21的东西之后就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不需要预购票什么，去就可以看了。我原本很担心，因为台湾的都是要有预购才可以去，对，因为它要限制人数。我就问那个韩国阿米，他就说理论上不会，除非人真的爆多，就你买的话其实都还是进得去。所以你当下去就买了票就进去了那样？对对对，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韩国当地的展览。这个场叫什么名字啊？应该是叫 Together， 它 T 是7啊。对，所以应该是7个人，所以就有点是 Seven Together。那你去会很多人吗？我去的时候很多人，场地是目前看到最大的一个场。这一区是谁的，然后这一区是谁的，这样，然后就一组一组一组。所以总共7区哦。7区是基本，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区是，对对对，就是大家一起的。这张票你买进去没有限时间？没有限时间，看你想看多久就看多久。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快结束了，我一进去就看到一大条人龙在排某个东西，看到原来是抽乐，1000块
韩币，抽一张30块台币，每一张都一定会有奖品，只是大奖跟小奖，这还没有到我大概应该很好玩呢。人龙的一半就没了。这个7站连结真的有趣哈。我当下就傻傻不知道这是很难得的事。那个韩国阿明跟我讲说，很难得会有这样7站联合，所以你如果有空。你就今天买完东西就赶快掉了，冲过去。它还有一些很会互动式的区域，它会放一堆成员的照片，然后你中间是一个镜子，从中间镜子这样拍，你被成员包围了，跟成员同框的意思。因为我没有做功课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他有卖什么周边，就一直在旁边偷看到底韩国人都买什么。我就发现这一组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买的，7个人的自己的连拍，它不是一起买哦，它是一张一张买。是啊，所以每个人几乎都是说我要全部，就全部一起买这样。当然你也可以只买一张，那时候看只是觉得还好嘛，结果买了之后发现真的好可爱哦。因为你如果只买一张，你就会觉得哦就4连拍。可是当你7个成员一起凑齐的时候啊，超可爱，而且一定要7个一起看，对不对？就这样一起摆在一起，就觉得好可爱哦，就很漂亮。另外一组最热门的就是一个信用卡，但我一直不懂那个信用卡到底是用意在哪。它不是真的信用卡，它就只是做的很像信用卡，卡号很像凸起的那种。可是我不懂那个到底是拿来干嘛。哦，对他们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厉害的，就是韩国站姐都很喜欢的卡片的后面是可以拼拼图的。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一堆人蹲在地上，就开始要疯狂的把后面的图给拼出来。有些人都是拼发现，差那一张，就赶快说我还要再几组，一组3张，但我好像只有买2组。对，听起来像是抱在一起的那个瞬间，把周边全部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，觉得那个气氛就不一样，就很像夜市的摊子，你就会说我要，所以人家说7组我也1组。对，Kumin Party，我没有去。对，一开始是办在台北，在台北办得很好，所以就又加场办在台中。我是买到台中场。Kumin就是 Jungkook 跟金敏，感觉是办得很小小、很迷你、温馨型。第一次他的展览会有送一个这种徽章，我就觉得很可爱。他也有一个小活动，为了要增进大家阿米之间的小感情，你一下去的时候，他就会帮大家自动的分组。要玩什么游戏？主持人就会翻防弹的歌迷，每一个人就轮流去表演，然后让另外一组猜你在跳什么舞。对，要羞，非常的害羞，因为你一下去就要做这件事情，一下去就要先表演，开始登台。你表演完，然后这一趴结束之后再自由活动，然后主持人就说来嘛，一起来玩嘛，你不来不就可惜，只看看照片，然后。还是会有一些人他周边我都买了，超捧场的，哇，好大张哦！我觉得有趣的是，有一些会师会去那边贩售会师的东西，可这些都一定要事先预购。鸡腿便当，对，我们之前有分享过，我觉得神人之作。预购是海报，是现场你可以买小张的，小张的真的很不错，不过这真的是18禁的，哇，超可爱的，就是哇。18禁，天哪！18禁，可是我超爱我超爱。哔哔哔，对，哔哔哔。对啊，然后再警察北被抓起来。另外一个就是 Pella， 这2个徽章也超可爱，这张真的很棒，对不对？让你去细看。对，有没有就是很诱人？鸡腿便当本人没有去，他们就说其实这个会师啊超正，好可惜没看到大正妹。但我觉得办得很温馨，我个人蛮喜欢的。最后是最近才去的 Dreaming Village，上面这个是入场礼，对不对？对，4站连展，中国吉米 Sugar V， 好美，真的是超美，这个质感超好的，超美的，超漂亮我喜欢这张中国衣，邀金卡做的超漂亮的。对，我买的这一个 set 是包含它的 photobook 的，个人觉得非常值得，好扎实哦，Sugar漂亮。也是一样，从旧到新都有。对，不过它这个纸不是海报纸，就是有一点点可能会吸水的纸，所以要小心。你如果一边喝饮料一边看，滴到你就心碎了。萝卜酱 cookie， 哇，好可爱哦！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有4个大立牌，感觉很像等比例。哇，超好拍那里大家都排队要拍那边，那边真的很值得拍，因为就是被4个包围嘛。我觉得有一点我很喜欢，就是下去之后你要进展场，它有一块布挡着嘛，就是走进去才是展场，但是外面呢都是你可以 stand by 跟休息的地方，不用在外面风吹日晒，很舒服，还算不错的大。它总共有3个区，么字的嘛，对，3个么字区，么字一圈，么字一圈。展出的照片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很不错的。有一个我很喜欢啊，它是用那个透明的柜子嘛，透明的箱子，然后前面有好几张小张的，然后后面一张大，然后就也是可以拼起来的那个。这一次选的照片
我觉得很可爱。对对对，有几张我觉得而且都还蛮清楚的。我觉得最惊人的是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有注明出处哦，对，时间跟出处，就这张照片发生的时间点，就觉得哇超用心，这一点真的非常好哎。因为当你看到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哦，原来这场就是他们来台北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赶快猛拍。如果你买回去，你也会知道说你买的是在什么时候的它。周边都是放在展区的，你看周边是它有压克力立牌，对，超可爱的。拍照区的那4个立牌，缩小迷你版的亚克力立牌，这个联展真的不错，而且他们都很有一致性去做这种文宣类的东西，一整套的感觉，周边真的很用心。这次的5个展其实都让我们非常的喜欢。其实办展览本来就很辛苦，你要想到很多安全性的问题，真的要很愿意去投资很多时间还有心力，所以感谢每一次的展览。掌声鼓励鼓励！要快速总结一下，我觉得 Fans Cafe 台北的 Fans Cafe 场地小小的，但是气氛真的是太完美了，完全不会有不自在的感觉。我真的是很喜欢 Most Wanted 的3角立牌，不过它之后那个站脚好像没有再出3角立牌了，它有可能就只能停留在回忆。拉起来之后，天哪，我的墙壁瞬间变天堂。我喜欢 Together 的这个吗？对，7个4连拍，我觉得超可爱，是不是？真的哎 ，Kumin Party 的袋子我很喜欢，是因为它其实不复杂，很简单。然后你买的东西你就装了就回去。Jimmy 的 hashtag 他每次都讲 Jimmy 跟姑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超可爱。其实每一场都好看。如果以整体来讲，其实我觉得 Dreamy Village 展出的照片蛮不错的。不得不夸奖他们多了一个时间的说明，所以你就会加深你对于这张照片的印象。对，我个人私心来讲，我最喜欢的还是 Most Wanted 的。他那一场的南军作品真的是不容易，想要把每一幅的南军都买回家，价格不菲。恶魔的呼唤。以上就是防弹展览参展心得，拜拜 ，See you。我一直在想，这个可不可以拿来装乐事？千万不要哦，真的，就可以贴上联跟下联。新年快乐！好熟悉的声音。倒乐事，识别带，这怎么会有3个啊？因为有人掉到地上，不知道捡什么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韩国看正式的官方展？